丹药此兵禁制被破，就无师伯出事了。火赤鸟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对渡仙门和金鳌岛的人下手？血赤黑纹，通过吸附他人骨血，从而附身操控。云泽的失踪，加上血赤黑纹的特殊能力，渡仙门也不再安全了。 所有人誓死守卫渡仙门。门内有数千人，未成仙弟子占大半，元仙以上弟子、长老有数百人，不知有多少会葬身在这场血腥浩劫中。誓死守卫渡仙门。 为应对血赤黑纹，我紧急组建了一支纸人军团，将所有纸人按实力由强到弱分为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大队，安插埋伏在门内各处，可随意变化各类形态。 但愿能守住宗门。好在提前安置了重瞳3头蛛蛛丝监控，弟子纸人善独占和阵法，是我埋伏在门外的第一道防线。虽成功击退了先锋军，但宗门的这场大战避无可避。敌军尸体就交给你了，人字纸人。 女子是何方高人？我竟无法找到她的原始。来了，3000里外，西北方向出现敌军。看来被控制了之后，这些家伙的神智也出了问题。 这么快！
突破了。劫护池大阵。 战这群恶妖！师傅，对不住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师兄同流合污了。此次来袭的大妖，修为都在元仙至天仙境不等，师傅只是着仙，恐怕难以应对。到时我自会和师傅解释。快走！ 记者，父母渡仙门。竟是3名金仙！金仙一击，竟能击退门内那么多天仙。金仙之道早已得天道认可，可半道而生，长生不死。面对金仙，我再多的算计都是徒劳。今日就算门内天仙全部冲上去，也只能是送死。 内金仙，麒麟长老，以1敌3，找死！幻影剑阵。门内只有2位金仙，还有1位便是掌门，但掌门闭关数年，不知。 宵小，胆敢来犯！掌门出关了。掌门代表着渡仙门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掌门落败，既无忧现身，渡仙门无计可施。
开启挪移大阵，所有未成仙弟子立即进入大阵转移。挪移大阵已开启，此阵顺地脉方向挪移，瞬间便可出现在万里之外。快走吧，多逃一个，渡仙门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。快走吧，灵儿，你带着师傅先走。你不走吗？快去！宗门岌岌可危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有情师妹，你有一项重要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愿誓死捍卫。不是要你死，而是要你去哭。渡仙门弟子有情玄雅，今起本门道成之缘，人叫太清圣人。师兄，我早淡了凡尘情欲，哭不出来。想象你有一只心爱的宠物，某天它被山石砸到，不幸离世，你将它埋葬，却发现它的尸身被人挖出来烤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说。渡仙门奉渡尔真人为开山祖师，因渡尔真人师承太清圣人，故渡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。可渡仙门惨遭寻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无论血池黑纹背后是否为西方教，其目的都是挑拨道门三教。此事涉及圣人之者，唯有人教太清圣人才能化解。有情心思澄澈，是哭拜太清的不二人选。但愿太清圣人真能听到。是挪移大阵，竟想安排弟子逃跑，做梦！进攻挪移大阵。阻止他们！凌云破邪，一焰明光。麒麟长老亮了麒麟本体，这是准备以死相拼。原则，他们怎么成了金仙，还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杀！必须拦截他们！群妖攻山，何其猖狂！我二人路过，斩妖除魔，护卫人道。你们有本事正面战贫道，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让我撕了他！天子只缘善于应变，用以诱敌入阵。
正统而居。我杜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太清圣人要救杜仙门啊！老师，他们拜的是您的太清圣人像，您不愿走动，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呢。也罢，让我看看发生何事。人教奉无为之道，旨在少沾因果，专心修德修行，却不代表事事无为。渡仙门是渡恶师弟所创，倒是可带上他一起过去。华夏都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。此事已成，人教高手定会来援。这段传音，望有情师妹勿对旁人说起。长寿师兄还是这般不慕虚名。快挡不住了！所有弟子，肃静攻一大阵。爷爷，我又回来了！开启第二波诱敌行动。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挪移顺利进行。天子指人配合阵法，歼灭敌方1/3战力，总算拖够了时间。死这么多傀儡，什么都没干成，废物！看来本女王大人得冒一次险。群妖听令，全力进攻，绝不能放走一人。天仙境怎么比金仙更有威压？这两人是真仙境，为何术法威力堪比天仙境？这并非本体。这两个天子纸人已经完成幽妖任务，且沾有因果，是时候一了百了了。
竟不惜神魂俱灭，护我门中弟子。若渡仙门得存，贫道定要为两位义士立碑祭奠。以为乍阵就安全吗？地脉乃天地间唯一的大道会员无极圣人，盘古的经络所化，走势朝向有迹可循，而被挪移大阵连通的地脉，定有法力残留。修为在我之上，与他硬拼也无胜算。弟子有一法，可退强敌。想好，渡仙门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计划失败，我带友情师姐土遁溜走。师妹，实战体验结束，放行云吧。师兄，你果然……现在达成了大家一起昏过去的假象，或可引轻易苍魂靠近。这是一道同道之物，这对手竟如此难缠。神字指人，冲！在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等级中，神字指人的修为仅次于鬼字指人，且携带诸多法宝，最适合高端斗法，还能伪装九巫石帛，骗过幕后主使。微型版72阵，开！趁现在，将大家转移到地下。碧水坤阵起，风寒杀阵开。腐化毒阵散。
三元玄火。文道人，八成是了。不过，管你是大罗金仙还是洪荒狠人，此时此地，也只有一缕神识而已。唉，这才渡劫多久，就跟上古凶妖文道人间接打了个照面。洪荒比我想的还凶险。本女王大人神识清零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烧成灰了。谁在说话？算了一路，也算不出你是谁。竟能逼出少爷为我设下的遮掩法术。借了太极图的威能，还算不出你的身份。果然是某位圣人师叔在为你遮掩。太极图，那不是太清圣人的至宝吗？难道他是？贫道玄都，人教太清圣人座下大弟子。这可是连妖皇都敢做的玄都大法师啊！道友平白无故害我人教道成，用心险恶。好在渡仙门尚存。尚存？怎么可能？师父，掌门的师傅，那不就是咱渡仙门开山祖师？渡恶真人，以下来了俩圣人弟子，闻命休矣。贫道暂且不动了，请转告那位圣人师叔，与其让道门内耗，徒增业障，不如教化人族，积善行，攒功德，方是正途。至于你，若再敢犯我人教，任谁也护不了你。计划失败不要紧，闻命要紧。惹不起！四周确认安全，本体可以出来了。纸人军团开始回收。接下来，保持晕倒状态，等门内接应。怎么全躺着了？其他弟子呢？你，五师兄、灵娥、玄雅，你们怎么了？长寿呢？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玄都师兄。如你所言，这三人元神枯竭，早已成了傀儡。咱们先去趟金鳌岛，说明缘由。都恶师弟，事关圣人，最好不要外传。据说这事儿和圣人有关。玄都师兄放心，我渡恶最是守口如瓶。渡仙门什么都不知道，
现在已经去接应弟子了。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，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农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，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，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儿啦！李长寿，你装病骗我！我没有啊，师父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抓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父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父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二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。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三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拨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二圣以宏愿成圣，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坊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坊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坊教。他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父和大法师出面，西坊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坊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坊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江城的姻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，
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省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3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啊，无知钟爱。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灵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吻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兽兽。咱这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。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情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或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生来往，莫管情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收。业障！我做什么孽了？
近日下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。双方交战时，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。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很快就能攻来。鸦神，您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。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金鳌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？熊寨的神教难道就是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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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雕像我不是已经毁了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？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法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指挥军团出！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，表弟。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真容，
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，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。 若老已将海神是诛仙门弟子李长寿的事泄露出去，文道人西方二圣诸多恶果找上门来，我怕是要生死道消啊！稳住，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。入其路，退则进。长寿兄虽说十分优秀，但尚未成仙，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海神。敖乙兄，长，不要声张。为了妥善解决南海龙宫与海神教之间的矛盾，请前来详谈。忽悠小龙第一步，以和为贵，方成大业。长什么？海神像你还砸不砸了？长此以往，争端难消。我现在就去见海神。表兄，在我回来前千万不要动手。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多谢长寿兄指点，我竟不知西仿教从中挑拨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忽悠小龙第二步，知我心者，莫如长寿。龙族世代背负震碎洪荒的庞大业障，我深知你为解此困境付出许多。长寿兄果然懂我。不过这海神教，忽悠小龙第三步，以退为进，演技之王。唉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海神教并非我立起来的，这种身不由己的滋味，你应该明白。这就对了，圣人们也需要功德加持，人教圣人不便自己出面，便选中长寿兄来代管海神教。唉，偏偏他这般不慕名利。长寿兄放心，我向天道起誓，此事我绝不会泄露分毫。成了，果然面对敖乙这种想法很多的龙，留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我能否加入海神教？行善立功，为我族攒些功德。唉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又起冲突了，请与我一同平息干戈。表兄住手！尔等休要再徒增杀戮。是海神。海神大人显灵了！海神大人容禀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的纷争，皆是受奸人挑拨而起。哎呦，海神大人饶命！我招，我全都招。你敢背叛我族？说，谁收买了你？南海龙宫大太子，本座无意统领海域，功名利禄
皆如浮云过眼。唯有导人向善，方是正道。这2个奸人交由你处置，望南海再无纷争。海神大人已与我说清，这一切都是西方教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顺着这2个内应继续追查。海神大人，我不该善用您的名义敛财，求您责罚。念你尚未酿成大祸，解除债主之职，以作惩戒。今后债主便由熊不憨担当，首要任务便是将不法获利尽数归还，可有异议？海神大人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总算处理完了。虽然不得已忽悠了敖乙，但避免了冲突和杀戮，也算阻止了龙族的业障加剧。至于他需要的功德，再另为他想办法。总之，先解散海神教再说。今日种种，本座自责难当，力教本非我意，不如这是天道功德凝成的祥云，天道也被至教有方的海神大人打动了。吉兆啊！天佑海神，天佑海神教！海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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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神！教中情绪这么高涨，肯定不会同意解散啊！天道降下这么多功德，看来是要大兴海神教。我再推脱，恐怕会得罪天道老爷。这个海神，我是不当也得当了。稳住！谁说做海神一定要高调？我可以找个形象代言人啊。这个声名在外的小龙就很不错。哼哼。东海龙宫二太子，今日幸得你相助，不知你可愿加入我教，担任二教主兼护教真龙大护法之职？海神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敖乙誓将海神教发扬光大。我表兄本性不坏，镇守南海多年，也算经验丰富。您看，敖乙作为二教主发光发热，给他找个助手也好。我可以安心在后方做好一切预防，顺便藏好我的底牌。南海龙宫大太子，你可愿担任我教真龙二护法之职？可是我想，敖某定不辱使命。海神不计前嫌，当真大仁大义。希望教众谨记本教教义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招惹业障了。四海平，自家不齐，一定赢。女王大人，接下来，为了像海神大人一样潇洒，我这就启程，寻仙拜师。
4眼法术，化妆如幻影。这是一种面容模糊术，让人转眼即忘，绝不留把柄。啊，总算给这1621座海神像都化了妆，以后啊，这个形象就代表着海神。希望不会再有人联想到人教弟子李长寿。这位大仙是谁呀？侧感时都乱码了，他的修为极高。天庭东木宫到访，阁下为何藏头露尾？东木宫，纯阳仙人吕洞宾的前世，如今的天庭南仙之首。我何时招惹了这种大人物啊？东木宫来此，有何贵干？天庭授我监察各地宗门教派之职。近日有人控诉海神教通过阴险算计，夺人功德，危及四海。还请阁下跟我走一趟，说个分明。这两个内应果然掌握了关键信息，你的幕后主使杀人灭口。他们都被控制了。好！女王大人英明，一封无名送状，便令天庭出动牵制海神，再以血池黑纹控制南海水军，实施灭口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纪番失利，上头已经逐渐对我失去信任。只有阻止内应暴露我们的秘密，才能补救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成功。鸦神，你亲自去。啊，惨了！东木宫一句解释也不听。虽然天庭目前处于初创的艰难时期，但等到封神后期就会一统天地。要想对付我一个小小的海神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阁下总算来了，这为何不是真身前来，而是来这一纸人？一眼就识破了，他是谁？身份实力皆高于东木宫的，只有从前道祖座下的童子，圣人们的师弟，如今执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好天！在下以纸人行走洪荒，正如陛下以分身降临凡尘，皆因身不由己，望陛下海涵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。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是谁向天庭举报了我？把玉帝这么难搞的大人物都给招来了，给我惹这么大的事，底牌都要被掀翻
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，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。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我故乡有句老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想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？罢了，你竟能识得我的身份。目识得，心不识得。你何意？众生所认识的玉帝，本该居九重天阙，助道祖维护天道。然而，陛下现凭借一纸诬陷，便轻来捉拿我，实在有损天道威严。所以，心不识得。在海神心里，我因为何故？壮大天庭。六圣拜道祖红军为师，随后道门三圣和西坊二圣各自立教收徒。道祖遂立天庭为天道的执行机构，管理众生，由玉帝您执掌。然三界只闻六圣之名，不知天庭。陛下令不传五洲，法不通四海，所以急需广纳人才，以壮天庭。知吾者，南海海神矣。不错，我曾亲访凡间，发现你备受爱戴。那宋状确实是诬告，我此行是否来对？在下斗胆。你懂兵法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何意？用兵之法，其实计策很简单，关键是戏怎么演。交出骄兵将领，饶你们不死！今日死的是你们！龙族水军现身！啊，有埋伏！接9天10地阵，反围攻！我们揪出了西坊教的内应，他们必不会罢休。到时候，我们用这套兵法对付他们。长寿兄的退敌之法很是周全。此战结束后，我便整理成册，献给父王和节将，尤其是我那个颇为鲁莽的师叔赵公明。妙，丝丝入扣。多谢我蓝星孙武前辈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。哪怕在洪荒，也是兵学圣典。看来玉帝对兵法非常满意，不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在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这数个方案，因为玉帝的出现，可行性最大的一个已然揭晓。积累一定功德后，入天庭为官。只是结交玉帝有暴露自身不够稳健的风险，但此时可是抱上天庭大腿的最好时机呀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陛下，早前得闻圣人为三界苍生立天庭，不求回报，在下深受感动，遂匆匆写下12件，唯愿献给天庭，效微薄之力。有劳。龙族竟然会暗中设下埋伏，莫非背后有人指点？既然你们执意斗到底，
我的孩儿们，化形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鸭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。多谢女王大人多年教化，今日一定完成任务，以我之血肉助大军之躯。血池黑纹群竟能通过吸食血肉强化自身啊！惨了，我们抓到的2个内应都死了。没来。天庭在此，血赤黑纹，勿再放肆。天庭竟然会救我们！龙族上天，龙族罪孽滔天，且还在怀念远古其霸主之姿。天庭为何要收复龙族？他们又如何能被收复？敖乙那边形势不明，既然我脱不开身，只能说服陛下。收复龙族有2例：四海3界之重地，龙族远古之大族。虽有天地罪孽，然高手众多。若龙族能入天庭效命，则四海尽归，此1例；若是龙族掌管江河湖海，可扬天庭之威，此2例。想必陛下也已推算到，今日诬告案表面针对我，其实针对龙族。龙族此刻处于危机中，不如……天庭怎么会插手龙族之事？南海海神，又是你！抢我南海功德，又坏我图谋龙族之计，现在还联手天庭折损我大半孩儿。天庭我动不了，一个野神，我还杀不得吗？老师又传话了，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动，起因竟是一个人教小弟子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龙族上天是他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唉，如果让玉帝知道海神只是一个人教小弟子，就没神秘感了。但也不可骗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长庚行，长庚一同长寿，嘿，好主意。在下道号为长庚道人。长庚。没想到我竟因祸得福。文道人，他怎么亲自来海神庙了？南海海神，受死！什么情况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嚣张！不能
刚自爆太快，心神被扯得好痛，万不能和他沾上因果。好在本体没有受到损伤。又来人了！24颗定海神珠，你是截教赵公明，为何定住我？南海海神乃是我师侄敖乙的兄弟，道门一家亲，竟逼得海神化身自爆，看打我！他自爆，我也不明白啊。前辈，我是南海海神，真身无碍，你快停手！此事恐会引发西方教与截教之争。那直接杀了他。不可，晚辈有一对策。起来，我要去灵山讨个说法。灵山便是西方2位圣人的居所，一旦闹到那里，二圣为保全西方名声，一定会将我血池黑纹一族尽数灭杀。碰瓷！我被你震伤了道基，伤势为证。你要不要面皮？我也会。这是海神的法器生影球，恰好记录下你的自残。你可是想借此挑起道门与西方教之争？赵公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咱们不如小事化了，否则我只能拿它去找各教好友观摩。你看，太精彩了吧！好，我立大道誓言，此事作罢。人教，南海海神，这个弟子有点意思。贫道截教赵公明，路过此地结识海神，倍感爽快。大哥，虽然你是未来的财神爷，但我不想结识你，更不想跟你义薄云天。你集体荣誉感也太强了些，难怪封神大劫中。算了，后话了。贫道长庚道人。哦，忘了，我还得去找同门商议三教源流大会之事。就此别过。三教源流大会，旨在道门三教一起追根溯源，化解矛盾。师兄，掌门传话，由师兄做弟子领队，3天后随宗门前往三教源流大会。我不去，那里可是整个洪荒因果汇聚之地。去。前辈是？玄都大法师。玄都大法师，据说是女娲娘娘捏造的第一批人族，也是人教太清圣人的唯一一名弟子。那最近大佬们怎么上赶着找我？好慌啊！他为何要我去三教源流大会？长寿兄，多亏了摄神珠摄取西方教内应的残魂神石，我已发现他们的阴谋。四海海眼的位置尚未找到，他们竟在打四海海眼的主意。海眼凝聚着天地间的业障，每隔数年便会爆发，吞噬生灵。龙族为偿还业障，一直派高手用身躯填补海眼。海眼是龙族软肋，一旦暴露，轻则龙族受制于人，重则有灭族之祸。事关紧急，我必须将此事告知父王，让龙族防备。
文静无能，竟给龙族留下把柄，文静一定将其除掉，消除后患。道门的注意力都在三教源流大会上，不会留意东海。三教源流大会本是想缓和产劫关系，但从封神大劫的结果看，三教弟子都被卷入了血战。都说了产劫弟子不得互殴，你们当我人教逍遥仙宗是摆设吗？有点眼熟。熊灵力，他怎么拜入逍遥仙宗了？这么多人在，也不能把他扬了，只能……表妹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若暴露我身份，熊战危矣，快喊表兄！表兄，好险！表妹，难得遇到，以后跟着表兄混，修炼吧。长寿师兄的表妹，竟也如此优秀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广成子前来赴会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云中子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赵公明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多宝前来赴会。截教诸位师弟气势汹汹，是要作何？自然是来凑个热闹。如今阐劫两教尚是口舌之争，待封神大劫降临，就会成三教混战。阐教仙多被削去顶上三花，失了大半道行；截教仙更是死伤无数。三圣下场也无法阻止众弟子被禁锢在正神之位，永受天道操控的命运。我得尽快完成龙族上天，以此抱上天庭大腿，躲过封神大劫。阐教弟子随我见过玄都师兄，礼拜人教太清大师伯。诸位不必多礼，老师和两位师叔，乃大道圣人盘古元神所化，又骑入道祖门下，三教本是一家。师尊收福德深厚者为徒，乃顺天而为，教化众生。众生指所有生灵，凡有向道之心，就该有修道求长生的机会。大法师命我来此，究竟有何要事？此乃江山小设计图，内藏数百法宝，三教年轻弟子皆可入内搜寻。连圣母女娲的法宝江山社稷图都敢仿，云中子不愧是洪荒赝品大师。贫道也添1、2千个法宝做彩头。多宝道人，这位截教大师兄真是人如其名，我就不去给毒仙门丢人了。老师推算出，龙族上天对苍生有利，而李长寿是促成此事的关键。正好借大会，
探下他的品行和实力。表兄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。想一直躲着可不行。人教扬威，原来大法师想让人教大出风头，但这是有一个专业的人形吸精器更合适。神行符提速，法宝锤作武器。人教弟子前来相助！毒粉已涂至火灵剑，凶手触之即死。有情师妹，放心冲杀。这两位人教道友太强了吧！西北20里有凶手出没。长寿师兄总是默默做下所有事，却把功劳推给别人。有情玄雅，你要竭力出扬，扬人教威名，绝不可辜负长寿师兄的嘱托。凶手可行熊灵力，冰山剑修有其玄雅。攻防得当，配合默契，人教这两个小弟子未来可期。人教真是出了两个优秀仙苗啊！长寿种种行为，皆是围绕稳字。强为不如无为，强争不如不争。清净可循自然，万法终归妙境。今日倒从长寿身上感悟良多。若他能成为我的小师弟，入兜率宫中处理人教教务，老师定会欣慰。龙族有变，速去救你的二教主。西方交响毁证据，杀龙灭口。二教主，海神教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你以为仅凭自己的火德玉，就能拦住所有圣人的推算吗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否则你早就暴露了。多谢太清圣人庇护。大法师，容弟子留一化身在此，本体随您前往。诸位师弟，贫道有事，先行一步。顾家，世神珠已碎，我如何让父王相信？
西坊教在察海眼之事。竟是个金仙，但根基不稳，与杜仙门一战中被血灵强行提升到金仙境的原则一样。看来又是血池黑纹的算计。虽是伪金仙，但实力远胜你。若能救下敖乙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，如何？兜率宫，太清圣人的化身，太上老君的居所，这大腿必须抱。弟子愿往。这是老师的防御至宝，天地玄黄玲珑塔，将它威能借你半个时辰，有它护着，哪怕是大罗金仙手无先天法宝，也伤你不得。真锁血外挂体验版，水遁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从大法师话中可知，锁血外挂并不绝对安全。万一有大罗金仙，比如幕后主使文道人，手持先天法宝突然发难，一下就能给我破防了。玄都小法师，他与玄都大法师有何关系？亦或是故弄玄虚？区区天仙境还想藏玄都大法师的威名？找死！一气化三浊。这分明是道门神通之减脂成人。长寿故意喊错，想震慑对方，抢占先机。但这纸人确实做到了以假乱真。这一气化三浊，莫非也是人教秘法？第一重，加速困阵。鬼子纸人善各类奇鬼神通法阵，且是纸人军团中最高战力。第二重，灭魂杀阵。第三重，惊雷毒阵。只有他用的是上等法宝，应该就是本体。道门神通，血金成法，急！中计了！纸人放纸人，纸人何其多！一门减脂成人，搞出这么多花样，若换成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岂不是能做出更多新玩意儿？看来在杜仙门坏我好事的，也是这位玄都小法师。区区妖物，也敢在我玄都小法师面前逞凶？三位护法，处理残魂。
金仙当真是不好杀。除掉伪金仙，救下敖乙，总算完成了大法师交付的任务。首先，玄王玲珑塔，他真是玄都小法师。太清圣人什么时候又收了个徒弟？这就走了？还好有大法师给的这层外挂。二太子殿下，二太子殿下，臣护驾来迟。原来道友是人教高手。一定要禀明父王，好好答谢。贫道还要找陛下复命。敖乙殿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陛下，除龙族外，洪荒有此称呼的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不直接点出救兵是玉帝小师叔派来的，而是让敖乙自己退出，既降低龙族警惕性，又增加天庭好感度。这分寸拿捏得很到位。龙族上天的重任非你不可，我赠你一门神通，此为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。另外，日后若有麻烦，可亮此牌。保命底牌加1，我这玄都小法师也算是持证上岗了。弟子谨记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。西仿教暂时不敢对道门出手，他们豢养血赤黑纹，残害道门弟子之事，我已告知老师和阐节两教的圣人师叔。大批血赤黑纹突然出现，西方教此时将他们放出，难道是孽畜？准提师叔竟亲自出手灭杀了血赤黑纹，既撇清了他们与西仿教的瓜葛，又给道门一个交代，真是好算计。如今圣迹昭显，
三教弟子应该都已知晓。族文被害，文道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你挑拨道门失利，攫取功德不成，还暴露了龙族内应。如今刺杀敖乙也失败了。我灭你3成族文，在人前划清界限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之后我会另派人来接手，你不可妄动。但凭圣人吩咐。我受尔等驱使，去反造灭族之嫌。那不如拼死一搏，救出族文，离开洪荒。杀点蚊子就算完了，必须让西坊教付出点代价。多宝师兄，大会快结束了，师弟先行一步。总算回来了，多谢表妹和友情师妹为我护法，我们出去吧。怎么刚和大法师分别就有事交代了？不对，是他师父太清圣人。这对师徒怎么都爱突然传信啊？不过大法师只会发短信，太清圣人已经开通5级发视频了，修为高低一目了然。西坊教镇教之宝。开天辟地后，天地功德凝成的12品功德金莲，这不是封神大劫中文道人啃金莲的情形吗？太清圣人这都能推演出来，不愧是洪荒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大佬。但为何把画面传给我呢？根据计算机解析的封神大劫剧情，文道人啃金莲是因，道门得存是果。难道是我多次破坏了文道人计划，改变了他的命数，影响了未来？渡仙门，太清圣人定是算到了这个变数，才让我出面干预。为确保他能在封神大劫时啃金莲，道友留步，我最好将他收归己有。南海海神，那天我去海神庙杀你不成，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道友被西坊教当众割席的滋味，如何？怎么，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不敢，道友只需明白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如联手。区区一个南海野神，你有资格和我谈合作？道友曾3败于我，我算计你海神教只有1次，何来的3次？胡搅蛮缠！数个时辰前我们刚见过，道友莫非忘了？你是玄都小法师？此前渡仙门一役，轻易苍蓬，也是死于我手。南海海神，玄都小法师，背靠人教圣人，原来自始至终，我都败于你一人之手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聊聊了吗？好，我且和他聊聊。若真有问题，直接杀了他。文道人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
不慎，我恐怕就会大祸临头。他为何带我来人族地盘？不怕我出手杀人，除非是陷阱。这里人流密集，能消除他的戒备，方便我进一步套话。接下来，这叫动手吗？一点征兆也没有啊！道友，不累吗？他发现了吗？那他为何不躲？苍天啊！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他还不是要分分钟碎了我！看他神情如此淡定，难道还有后手？等等，这招有用？众生有玲珑心，故有千百张面孔。道友且看，世人为生存奔波，为衣食烦恼，被迫摆出虚伪的面孔，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洪荒如棋，圣人之子，你我皆是棋子，道友和你的族文不也因此受制于西方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竟敢坏我大事，让我在教主前颜面扫地！我要把你抽筋剥皮，吸干你的骨血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我要吃掉你的伙伴和信众，让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后悔认识你这样的神！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，魂飞魄散，让你的海神教荡然无存！那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手段扳倒西方教，为你文族报仇雪恨呢？那你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既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筹码。万物有阴有阳，此地要崛起，除了明面的威仪，还需暗处的锋锐。你若能回到西方教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我自可助你脱离苦海。西方教自以为做事滴水不漏，但这南海海神背后的太清圣人早已察觉，并反过来算计西方教。人教真可怕，南海海神真可怕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我可以答应你。总算用天庭稳住了文道人，但他这把毒刃若用不好，反伤自身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截教赵公明和他那个二妹，最近一直在找西方教的麻烦，我也深受其害。你若能阻止他们，我便信你。赵大爷不会又去碰瓷了吧？二妹、琼霄、三霄中的老二，这仨姐妹可是在封神大劫中削去阐教12金仙顶上3花的大狠人啊！看来要去三仙岛走一趟了。如果赵大爷和琼霄继续搞事，不但会影响到与文静的合作，还会激化西方教与道门的矛盾。我请不动通天教主，多宝道人威慑力不够，那就只有三霄中的大姐，赵公明的义妹云霄仙子。以云雾为阵基，看似柔和，实则遍布杀机。三霄不愧是能布下九曲黄河大阵硬刚圣人的大能，这阵法，神识探进去也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，根本找不到入口。在下海神，字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在下海神，字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无人应门，只好噪音扰灵了。人自制人，吹拉弹唱小分队，出！公明道友，琼霄仙子，你们好惨呐！呸呸呸！晦气！我大哥和二姐好得很，何须你们哭丧？碧霄仙子，在下已将事情经过写在拜帖中，还请转交云霄仙子。
碧霄，琼霄仙子的双胞胎妹妹，三霄中的老妖，据说是个古灵精怪的整蛊专家，必须小心应对。你等着，要是敢骗我大姐，我非教训你一顿不可！哼！这是在给我指路？这里就是三仙岛。神识还是无法向外查看，似是被某种阵势挡住了。这就吓死了！海神竟然这么脆弱，我还给你们安排了进错院子嫁对郎的戏码呢，可惜啊，可惜！好你个海神，敢用纸人化身戏耍我，我这就把你本体找出来打杀了！碧霄仙子，在下真有要事。公明道友正与琼霄仙子向西坊教寻仇，须得请云霄仙子出面阻止，不然西坊二圣怕是会对他们下手。这么严重？我去找大姐。搞了半天，他也是用云人化身和我的纸人化身飙戏，个个都是戏精啊！这次该见到云霄了吧？海神长庚拜见云霄仙子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这就是三霄之首，截教第一仙子云霄。拜帖我已看过，劳烦长庚道友特来告知。有些悸动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中了什么摄魂术？不，周围没有法力波动，这不是法术，是我的因果在变动。避开！必须避开这个大因果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在下多有冒犯，望仙子恕罪。无妨，还请长庚道友带路，我这便寻回大哥二妹。云霄重情重义，可惜有3位兄妹做拖油瓶，终究会卷入封神大劫。要接近公明道友，还需麻烦仙子这般。西坊道友，何故偷袭伤我？我并未碰到你分毫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伤得好重啊！西坊教欺人太甚。我兄妹定要找西坊二圣讨个公道，这次就拿你来祭旗，拿命来！琼霄，三霄中的老二，人称洪荒滚火暴徒，连碰瓷都能被他搞成火拼。
大妹，大姐，跪下！四面树敌，徒增冤孽。你们两个都给我回三仙岛，闭关思过。干脆利落，不愧是云霄。解决完赵公明他们，应当能和文道人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了吧？能把赵公明和琼霄关在三仙岛，那海神倒是有点本事。西方二圣派来的竟是他，圣人弟子。他与海神，我该如何压住？好。今日幸得长庚道友相助，容我以此建议图，表表谢意。好妙的笔墨，里面隐隐透露无穷道韵。高尚动源，物生九天，截教圣人，通天教主。莫非图中剑意是出自通天教主的杀伐至宝清平剑？好厉害的悟性，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师尊剑中道韵。道韵不断涌入体内，修为暴增。这具纸人化身要撑爆了！表兄，你怎么了，表兄？不好，修为已至天仙境巅峰，再这样下去，可就要冲击金仙劫了。长寿师兄是纸人，连我也没看出他是具化身，还藏有如此道韵。这个弟子不简单。浩瀚天威，劫云将至，长庚道友这是要突破了。我还没做渡劫准备啊喂！绝对不能突破！金仙劫云比成仙天劫更恐怖，天雷将直击道心，稍有差池，道心破碎，仙路断绝。近万年没有几个熬过金仙劫的，我这不是送死吗？道花修之不易，道友何苦自伤？在下有心参悟圣人道运，却未参透真意，自斩道花，重新修行，以求大道圆满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。天雷来了，西子快退开！长庚道友莫怕，我来助你。行道多歧途，吾辈自劫通天路。混元金斗，开！
这就是号称装进乾坤并四海的顶级法宝，在封神大劫里，捉龙鸦、求阳锏、生擒阐教12金仙，逼圣人出手的混元金斗。凌霄仙子，多谢。燃道明本真，一战道基错漏之处。二战晦涩不明之处。三战虚浮不定之处。完了，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因果已经结下。好在已经恢复成原本的修为，接下来还得去了结一下都仙门那边纸人暴露的事。掌门，弟子刚刚有所感悟，恐惊扰到诸位，就放置了纸人在此地，自身遁去云中参悟修行。你悟到何事？化身竟散发深邃道韵。长寿竟有此渊源。放心，贫道定会为你保守秘密。启动玄都大法师保护伞，问，道命就是大法师的。掌门倒是意外的好忽悠，但有毒这家伙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怎么突然传音过来了？长寿师兄，当日渡仙门遇袭，有2位义士救渡仙门于危难，他们自证神魂时的反应与纸人很是相似。这2位义士可是师兄的纸人？是。我本以为刻苦修行，便能在前路等师兄，却不曾想，我从未真正看到过师兄的背影。今后，师兄依然是悬崖的指路明灯。太社死了吧！以后还是得多准备底牌，以防纸人身份暴露。海眼关火龙族命脉，岂容西方教觊觎？陛下，末将这便调遣大军严守海眼。不可，西方教内应已渗透龙宫，万一军中也有内应，反而会暴露海眼所在。万无旨意，召开四海盟会，集结四海真龙，共布万龙阵。陛下英明，万龙阵乃祖龙所创先天大阵，有移海擎天之能。一旦结成，西方教休想染指海眼。第二，届时将那南海海神也请来，他既敢顶着海神名号，便该为四海出一份力。将通天教主的建议图挂在庙中，有圣人之威罩着，海神这个身份又安全了许多。通天教主的道运，海神背后除了人教圣人，还有截教圣人。难道太清通天教主在利用海神算计西方二圣？好大的阴谋，但亦可利用。哼，南海海神，今后是你收服我，还是我取代你，尚未可知。
文道人，这么快就适应间谍身份了？西方二圣派遣了一位弟子前来主持四海事宜。圣人弟子是谁？他与我同是上古凶妖，却不知为何入了二圣法眼，将他收为记名弟子，予以功德豢养，命其名为金蝉。金蝉，不就是东土大唐那位玉帝哥哥的前世身？他有何打算？离间四海。东海二太子，丞相大人，快禀报陛下，东海二太子私闯北海，刺杀北海丞相。陛下，北海在东海龙宫外陈兵3000。勒令交出二太子殿下为北海丞相赔命，否则便踏平东海龙宫。四海龙族之间向来关系和睦，而陛下您因年纪较长，四海龙族都以您为尊。如今北海丞相遇刺一案，尚未确认真凶，北海却直接发兵，陛下这不合理呀！不合理的不止这一处，你儿日前还在与我商讨筹备四海盟会，不可能去北海行刺。我等寻找数日，仍然没有下落，北海那边也加紧了搜查，务必在他们之前找到怡儿。是。一定要找到奥爷，让东海给个交代。长寿兄，我没有杀北海丞相，有人要毁我名声。西方教制定了离间四海龙宫的毒计，此事必是他们所为。你的凶手身份一旦坐实，北海、东海便会反目，不仅四海盟会开不成，四海还会分崩离析。西方教，对，四海不稳，万龙阵未成，他们便可趁机图谋海眼。四海分裂，龙族上天一事也会落空，我就上不了天庭。那封神大劫，必须抓住真凶，洗清你的嫌疑。长寿兄懂我。事发后，我曾暗中追查假扮我的贼子。他最后一次现身是在天涯阁，我原想进去直接拿下，可天涯阁是方圆百里最受欢迎的女子武馆，由洪荒富户卞氏家族所创，唯一能进出的男子，只有天涯阁少阁主卞庄。天涯阁背后势力不小，不可贸然进入。不过，那贼子是怎么混进去的？他用了化形的技巧。不会吧，长寿兄，你不会是要……事到如今，这大概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奥义绝不可能你……长得好好看呀！是啊，好好看。记住，现在开始，我叫姜思儿，你叫科勒尔。我们听闻天涯阁大名已久，想进去观摩。姜思可乐，驱寒暖胃，好喝不贵。知道了，长寿兄，姜思儿。原来不是武馆，是武馆。我天涯阁必在拒绝洪荒女炼气事，切磋对战，共同进步，增强对大道的感悟与理解。天涯阁当真只接受女兵？当真。如果
有男兵进来了呢。何事吵嚷？是时候用风雨术探听周遭信息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的慌乱与别人都不相同。是否以为你剑下的亡魂重现于世，你就是凶手？都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少阁主，姑娘，有话好说。是八爪巨伤，难怪能变成别人的模样形似。快随我与科勒尔返回天庭，听候发落。很好，这波路人舆论算是拿下了，顺便给天庭刷了一波好感。感谢二位相救。我乃天涯阁少阁主卞庄，敢问科勒尔仙子芳名？芳龄？我是说，仙子可有道侣？滚！这般奇女子，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割舍不下。科勒尔，乐乐，真是病得不轻。什么北海丞相？我不知道。此物唤作摄神珠，可以搜集元神内的所有记忆。即便你畏罪自杀，摄神珠照样可以读取你生前的记忆。我说，还好我多备了几颗摄神珠，派上大用场了。究竟是何人指使的你？西方教金蝉有无参与其中？没人指使我，金蝉只是帮了我们而已。巫妖大战后，我们妖庭后裔无处容身，只好躲入深海，却常年遭到龙族欺辱，这才打扮敖乙刺杀北海丞相。明明是你们深海妖族挑衅在先。西方教煽动深海妖族出手，自己却摘了个干净。好在你我乔装入天涯阁，他们暂时没查到你。快将他带回龙宫吧，虽不能问罪西方教，但可助你洗清嫌疑。长寿兄，这次北海与东海的事情闹那么大，北海与东海会不会也被西方教渗透了？极有可能。我这就去禀告父王。3日后照常举办四海盟会。叶儿，你做得不错，
谢父王夸奖。父王，北海丞相遇刺一案，乃西坊教从中挑拨，儿臣已将疑似内贼的人选记在册中，还望父王严查，以防四海盟会生变。父王。你只需照常筹备四海盟会，记得多请些宾客。海神，你那些结教同门都可一并邀约，这才是要事。金蝉突然召集这么多金仙，难道又有什么大动作？此次挑拨四海之计不成，还招来了天庭。你们中有些人是不是透露了风声，自己心里清楚？糟糕，金蝉开始起疑了。当然，四海盟会举办在即，我不会同你们计较。只要你们好好表现，届时定有风声。是。京城大人，四海的内应已全部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此次行动兵分12路，每路邀军则由在座各位统帅。我这一路就有10万兵马。四海盟会照常举行，龙王陛下却不愿排查内贼。果然，东海龙王这类远古高手，都主打一个面厚心黑。龙王陛下是要让西坊教放下戒心，更是在等一个将内贼一网打尽的机会。你是说，四海盟会？不错，西坊教想破坏盟会，龙王陛下将计就计，把藏在四海的西坊教内贼引出来，趁机查出西坊教谋夺海眼的根本目的。四海盟会必有一场大战，我所请来的宾客，将是保护海眼安全的关键。敖乙兄，阐教12金仙里，就有位龙族的远古高手，黄龙真人。龙族虽因旧事与他断绝往来，但在龙族危难时刻，他定会出手救援。龙族乃是贫道之根脚，落叶归根，贫道如何能容忍西坊教这般算计？截教圣人弟子公明道人，以义薄云天著称，亦可请他出面。师之放心，我定如期赴约。此外，我已向天庭写奏表，禀明西坊教谋算海眼之事，请天庭为龙族主持公道。长庚爱卿实乃良才，竟已在西坊教内安插了暗棋。木工，挑选精锐天兵天将，择日兵发四海。多谢长寿兄。你是我海神教的2教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2教主，那以后我也不叫你长寿兄了，就叫你教主哥哥吧。这称呼真别致。3日来，金蝉一直在筹备进攻四海盟会之事，我根本没有机会传信给海神。此次进攻四海盟会，各军行动路线、进攻目标，都只有所属金仙知晓。倘若有泄密者，2圣必将亲手抹杀。糟了，要隐藏卧底身份，就绝不能向海神泄露这次的计划。可这般阵仗，再加上金蝉这个圣人记名弟子暗中出手，海神应付得来吗？应对西坊教，光靠人脉是不够的，必须研制装载撒豆成兵神通的法器。原版的撒豆成兵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待我魔改一番。或许是看在玄都大法师的面子上，掌门将熊人力从香罗新宗过户到渡仙门，并收作记名弟子，安排他住在小泉峰，倒也方便了我魔改撒豆成兵。万长老也出力不少。成功了！自研法器，仙斗加特林，届时配合天庭大军，嘿嘿嘿。今日就是四海盟会了，文道人那边怎么一直没动静？迎南海海神光临四海盟会。东海龙宫已经戒严，不知骄兵中有多少内贼，搞不好那4位老龙王里也有西方教内应。近日始终没收到文道人消息，才刚被策反，不会转脸就倒戈了吧？千百万年来，我龙族为镇守四海，不断用祖龙直系血脉填补海眼，以消解其中所纳的天地业障。今却有深海妖族觊觎海眼，不惜挑拨四海龙族情谊。幸有大哥明察秋毫，免我北海与东海手足相残。我东海特召四海盟会，共商重启万龙大阵，便是要龙族团结御敌，护卫海眼。大哥高义，我西海必当跟随。我南海亦追随大哥，共守海眼安危。教主哥哥，你我请来的帮手都已就位。金蝉随时可能发动袭击，按计划行事。海灵之劫将至，不知长寿能否妥善应对，顺势推动龙族上天。杀！报！深海妖族攻入西海！报！南海遭深海妖族袭击！报！北海被深海妖族包围！猖狂！竟趁我等离宫之日偷袭！大哥，我等这就前去平乱。来人，点齐兵马，跟随三海龙王前去清剿凶妖。三海皆有动乱，金蝉为何还没现身？除非三海只是佯攻，那金蝉真正的目标就是东海。敖义兄，你务必守好海眼。龙族暴虐无道，四海苦龙族久矣。今日杀龙王，夺龙宫，以正四海清明。
海眼情报我已掌握，我来带路。二太子殿下，海眼位置为真龙可知，况且您已请黄龙真人相助，应当无虞。但愿海眼无恙。八爪巨烧怎么逃出来了？救他的是金蝉。迎敌！有我东海二太子在此，谁都别想染指海眼！龙族当真没落了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刚才传音，敖乙没有回应，出事了。龙族远古为祸洪荒，为赎罪孽，只得不断用祖龙血脉填补四海海眼，以致如今血脉凋零。我开启海眼，为龙族求得解脱。你应当感激。海眼封印天地业障，一旦开启，业障倾泻，洪荒必将生灵涂炭。龙族更是要举足以命相填，直至血脉断绝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龙宫兵力被我分往四海，你父亲东海龙王亦被我派深海妖族围困于龙宫，没有援兵，凭你一条未成金仙的小龙！还妄想守住海眼？金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贫道乃南海海神，你胆敢图谋海眼，贫道特来替天行道。区区南海野神，连神位都未得封，倒管上东海的闲事了。闻道人说过，金蝉修为已在大罗。大罗自身之道臻于圆满，实力更在金仙之上。这一击我恐怕接不住。南海海神不过如此。道友莫要得意太早。你怎么没死？当然是我纸人带的够多。应凭圣三太低，五行轮转，合而归一，水自长流，生生不绝。水遁，熊跑。好厉害的师傅攻击，可能救速，师傅别演了。
白眼已开，功德灵珠。功德灵珠，金蝉真正的目的是吸取龙族天海眼的功德。这样，海燕怎么回事？海神道友说，有人要来扰袭海燕，没看到人呢。海也是假的。啊！海燕有真龙镇守，遍地白骨龙魂。我的确探听到，海燕就在此处。啊！中计还不自知，蠢货！这里一切布置都比照真海眼，唯有海眼本身是假。故意松懈地牢戒备，让我救出八爪巨蛸，就是为了借他之口，引我来这假海眼。哼，南海海神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已经陷入重围。金蝉却毫不慌张，他还有其他帮手。海神老弟要我埋伏在这条西方教前往东海的必经之路，不知何人会来。啊！西方教执法长老白莲道人，他的修为已在大罗，表面笑脸迎人。下手却极其狠辣，更有一本命法宝莲花，颇为锋锐，可不好对付。熊妖，哪里跑？西方二圣命我等前往龙宫救援，请道友莫要阻拦。贫道在此祭药，你们为何伤我？你们损我道基，我要找我师尊通天教主评理。大胆叛军！今日我东海龙宫就要清理门户，永绝后患。奉东海龙王令，清理龙宫内贼，剿灭深海妖族。提前埋伏兵，预备将内贼和深海妖族尽数捉拿。这帮龙也不是太蠢。文静，白莲长老已赶往东海，你现在进宫，方便长老施救龙族。白莲长老也来了，金蝉的计划倒是瞒了我许多，不过还要本女王出手。看来金蝉在海眼并不顺利，能让金蝉栽跟头，海神还真有点本事。深海妖族还有后手，
是血池黑纹，他们怎会埋伏在此？难道深海妖族与之勾结了？南海海神，你以为你这就赢了吗？金蝉，原化凤还，你以为请来高手相助，就能万无一失吗？木工，请天庭施救龙族。金吾混天将军，化傲天听令：四海有难，玉帝陛下特命尔等前去清剿凶妖。天兵天将听令，斩妖除魔，护四海生灵，凡妖邪，杀无赦。天道在此祭妖，你们为何伤我？赵公明，我等何曾动过你？莫要阻拦贫道6人前往东海。先偷袭再营救，手段这么脏，休想得逞！你西方教的词，我碰定了。你竟有暗侵偷袭，幸好被圣婴球录下了。胡说！贫道根本没用力。来呀，打我呀！给你随时录下来。道友伤重难行，贫道6人送你一程。糟糕！他们是打算杀人灭口。贫道告辞。赵公明，你竟敢坏我教大计！不必追，我们的对手是设局之人。深海妖族与血池黑纹联手，再打下去，龙宫肯定失守。金吾混天将军，化傲天听令。他怎么来了？玉帝陛下特命尔等前去清剿凶妖。我且不告诉长寿，看他能否认出。设假海眼，掏取我教目的，再设伏阻拦白莲长老，最后让天庭登场，获取龙族好感。海神，你以为凭4万天兵就能扭转颓势？再加12万呢？寒空斗兵，放箭！神盾斗兵，掩护进攻！凭空多出数倍兵力，天庭哪来的如此神通？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长寿将此法献给天庭，确实能减少天兵折损。仙斗加特林，开火！竟能让斗兵发挥如此威力，长寿这脑子装了不少鬼主意。上！
金蝉，你输了。南海海神，我们还会再见。收兵，不必再追。灾乱平息，吾要摆宴庆祝。不知天庭诸位可否留下？能逼金蝉撤兵，海神有点本事。本女王赠你个消息，此战你为何没提前传信？金蝉疑心太重，我也才刚脱身，他接下来会对付你。我知道了，西方教开始正视我对龙族的影响，只是东海一战虽能让龙族对天庭产生些许好感，却不足以令他们俯首称臣。如今对龙族而言，最迫切的事，便是用功德洗清自身业障，从而摆脱天道让他们填补海眼的惩罚。若我奏请玉帝，以功德相佑，龙族护佑四海生灵有功，想来天庭定会降下不少天道功德。这个化傲天不简单，不仅有征战东海的实力，还有洞悉龙族困境的见识。我从未听说过天庭有这般人物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化傲天刚说完，功德就来了。玉帝派发功德之事，连天庭重臣东陆宫事先都不知，他又从何处得来？难不成化傲天就是玉帝？天道降下功德，佑我龙族。奇怪，明明有6道功德落下，这第6道功德去了何处？今面龙族与南海海神长庚，平息四海之乱，护佑生灵有功，开此特例。3日后降下神位，尔当恪尽职守，永承亲命。神位一到手，我就有机会跳出这个为遴选正神开启的封神大劫了。上天庭计划迈出重要第1步。长庚，教主哥哥真正的道行，果然高深莫测。以仙斗斩凶妖，以妙计安四海。玉帝陛下得海神相助，果幸事矣。天庭大运如此，我不敢居功。陛下有桩，我也桩。多亏天庭义助，方能清除叛党。如今四海海眼已被万龙阵封藏，暂时无虞，龙族不胜感激。长庚爱卿，东海龙王好像认出吾了，快帮吾挡一挡。陛下，不知玉帝有何喜好，吾明日便备一份厚礼。吾这化身在天庭为官数万年，若被当众爆出，有损玉帝威仪。原来化傲天是玉帝藏在百官之中，
监察天庭各处的化身。龙王若再上前，便是冒犯天威了。多谢龙王美意，天庭虽刚起步，却是秉天道、立秩序之地。而今四海生灵惨遭劫难，陛下特遣华将军维护天地清明。那吾便以此酒谢华将军，谢天庭相助。长寿果然认出玉帝小师叔了。这小子行事周全，既截胡西方算计，又促成天庭与龙族的往来。但此诏既出，长寿拆台西访教一事，便瞒不住了。海神乃龙族和天庭的桥梁，若他得封正神，或天道法器加持，必会成为我教收复龙族的阻碍。小金蝉，白莲长老，明明你看起来比谁都小。海神背后势力庞杂，为免惹祸上身，最好是借他人之手除之。小妹，公明师兄与白莲道人起冲突，乃是遭人算计，为的是让两教斗起来。此事已经在岛上传遍了。东海一战，公明师叔拦截白莲道人，是为破坏西方教计划，怎么传到金鳌岛就变样了？敢算计公明师兄，这是没把咱们金鳌岛10天军放在眼里。金光师叔是公明师叔的忠实维护者，秦丸师叔又最疼爱金光师叔这个小妹。据白莲道人说，幕后之人是南海海神。教主哥哥，又是西方教在搞鬼。一个野神也敢算计公明师兄，大哥，我们去会一会他。不好，教主哥哥麻烦大了，这2位师叔我可拦不住，只能。是你算计我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？大哥，何必多问？白莲道人亲口所说，还能有假？秦丸、金光圣母，这2个可都是在封神大劫中误10绝阵的狠人，竟然这么容易被煽动？绝无此事，还请看在通天教主建议图上，听贫道解释几句。好啊，还从公明师兄处骗来了师尊的建议图。这是送的。若有此图，我等供着都来不及，怎会送人？你好草率的推理！为了公明师兄的声誉，大哥，绑了骗画狂徒，送去西方谢罪。那我还有命活？秦丸最善不杀之，小命要紧。土遁，地裂针。会这么多遁术，果然是个贼。寒冰阵。妙啊，阵法还能被遁术破解。再试下其他阵。看我的！根本打不过。要不子阳的这句真人，但谣言的事也没解决。住手！还好以师侄传信及时，2位师弟师妹莫要听信谣言。长庚乃我挚友。多谢2位。原来是误会，还请长庚道友给贫道一个赔罪的机会，咱顺便到镇里逛。长庚道友，
都是我的错。你是公明师兄的挚友，便是我的挚友。今日起，谁敢说你，便是与我作对。金光圣母难不成是赵大爷的铁粉？误会虽结，但还需到金鳌岛彻底澄清谣言。云霄仙子竟险些将我看透。长庚道友能想出劫溪、救龙、应天庭，自然能看破谣言背后的算计。一切小心。如此聪慧之人，却仍在封神大劫时选择主动应劫，可敬可悲之处，皆在重情重义。唉，最近得加倍小心，以防西方教后手。谣言这么快就被澄清，看来借刀杀人的法子行不通，那就只能用最直接的手段了。海神外出皆用化身，想杀他，必须找到本体。此物可捕捉化身体内的神识，从而追踪到本体。2天后便是海神册封大典，想要击杀海神，这2天是唯一的机会。你先想办法将他的化身引出，然后再用这锁神追魂碟。是。当我傻的，我若真杀死了海神，玄都大法师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且慢，姿势体大，我亲自为你护法。不好，金蝉还是不信我。愣着干什么？是，金蝉大人。怎么办？在他眼皮子底下，我根本没法统治海神。熊战出事了！南海海神，你再不现身，我就杀了他们！利用血池黑网攻击，既能防止金蝉怀疑，又可向海神暗示我的身份。是文静，他叛变了。不，东海一战后，他刚给我传过情报，应该不会。先观察下，神子之人，出！灭魂杀阵。血池黑纹为何伤及无辜？蝶能捕捉神识，并追踪到我的本体。纸人触发时自爆成血，启动。那海神化身不过是个天仙，你的血纹傀儡可是个金仙，如此轻易就让那海神化身自爆逃脱，文静，你很难不让我怀疑。请大人再给属下一次机会。海神，对不住了。文静刚才似乎有意放我一马。否则我的纸人化身绝不会如此轻易的自爆成功。难道……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文静行为有异，定是金蝉在旁威逼，试探文静，取我性命。好歹毒！追过来了。
我安插在外的纸人全都被这蝴蝶找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他找到本体。锁神追魂蝶竟连续找错了18次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已捕捉了海神大量的神识，接下来才是他真正展现威力的时候。不好！所有我神识存在的地方都会形成血界，一旦确认我的本体，蝴蝶将会被直接传送过来，而我只能用纸人不断的掩护本体。这蝴蝶变强了。利用血剑刚出现，但还没将蝴蝶传送过来的时间差了。不断的扔出纸人，不断的自爆。屠盾。怎么办？只要拖满2天就有希望，既保住文静这个暗棋，又保住我的本体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总算结束了，没想到竟在金蝉手下保住了一命。海神为助我掩护身份，连扎了2天的化身，倒真有几分本事。3681个纸人，2天竟然自爆了3681个纸人，浪费呀！我花了多少个日以夜才打造出来的？苍天啊！应对这次危机，紧急预案太少，对抗蝴蝶的法宝不足。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复盘。他背后有天庭，我背后亦有灵山。灵山，他要去找尊提圣人，我必须马上通知海神。金蝉竟请动尊提出手推演我本体所在。
太极图。不过，谁背后还没个圣人呢？太清师兄在为他遮掩。哼！前面就是海神册封大典的现场了。先受封成为海神，再做打算。他也来了。恭喜海神！恭喜海神！云霄师妹一向在三仙岛闭关，鲜少外出，连我都未见过几面呐。啊，我与公明前辈交好，仙子许是看在公明前辈的面子上。哎，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大妹她确实是被我劝过来的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别来无恙。玄都师兄，师兄怎的也来了？海神是我人教子弟，我自是要过来的，也要多谢各位师弟师妹前来观礼。教主哥哥竟然能请来玄都大法师，真厉害！我目前只是个真仙，想要振兴龙族，往后还要向教主哥哥多学习才是。海神听风。经过此次海神册封大典，我被正式封为天庭海神，主要统管四海斗、温、冰、火之事，从此享受天庭待遇。每年都会有固定的功德收入。敖乙则成了四海大将军，协助我收服四海。玉帝还赐下龙族16神位，分别由16位龙族真龙获得。是龙族的业障，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背负的龙族业障，被功德全部洗净。业障被清空了，我龙族有救了。从今日起，我长庚道人终于成为天庭海神了。一场声势浩大的海神册封大典，一来震慑龙族，为其指明上天之路；二来警示西方教，令他们不敢轻易出手。仙子冰雪聪明，对海神册封大典背后的风云涌动了若指掌。但我始终不明，你为何如此忌惮西方教？你背靠人教，西方教便是一教双胜，也应不会为难你。未成圣者，在圣人面前，终究是蝼蚁，不可大意。你所言不无道理。唉，实在不忍云霄仙子殒命封神大劫之下，忍不住出言提醒，也不知是否真的能影响到仙子。20尊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南海海神已正式获封天庭正神，我们轻易动他不得。杀海神是手段，
不是目的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而手段可以有很多。您是说，龙族？我且问你，通过这场海神册封大典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天庭自龙族16神位，龙族挑选了16条出身高贵、毫无实际的真龙受封。此前颇有功劳的低等骄兵，反而未得封赏，无怪乎龙族叛党四起了。四海龙王为何没来观礼？海神册封大典，龙族高层一个都没来，这对龙族而言，是一步可进可退之棋。哦，进可促成龙族上天，退可延续其海中的霸主地位。以今日局势来看，想要让四海龙王都臣服于天庭，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表面上来看，龙族似有上天意愿，但实际上，龙族对天庭更像是一种观望态度。他们仍然是可以被争取的。很好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多谢二师尊提点，我们安插在阐教的暗旗可以发挥作用了。不愧是老师看重之人，真是一点就透。明日你去天庭报道后，来一趟兜率宫，老师要见你。兜率宫要去见太清圣人的化身太上老君，太好了！这可是抱上圣人大腿的最好时机。是。此次入凌霄宝殿听宣，感觉如何？玉帝陛下厚待龙族，已感激万分。海神，敖乙将军，请留步。陛下听闻老君传召海神，特命我送海神前往兜率宫。谢穆公，谢玉帝陛下。海神初入天庭，就得封4阶神位。陛下当真对海神轻言有加。4阶，天庭神位划分清晰，想来穆公出力不少。这都是陛下妙思。陛下将天庭神位分为6阶，第1阶为陛下与王母，第2阶为十全封疆大神仙，唯有1位例外。例外就是超1阶隐藏大佬。太清圣人住于天庭的化身，太上老君。第3阶为各部主神，星君、真君、月老也在其中。第4阶为各部正神、大将，海神神位便在此列。第5、6阶为辅神，负责辅佐前4阶正神。敖乙将军正是5阶。陛下看重海神与龙族，除封赏外，亦赐下诸多宝物，2位前途不可限量。前面是天庭为普及海神的撒豆成兵之法，特意培育的仙豆苗田，兜率宫就在仙豆苗田之后。仙豆苗成熟之后，就会结成仙豆，届时天兵天将皆可使用撒豆成兵之术，天庭必能战力大增。啊！我乃天涯阁少阁主卞庄，仙子可有道侣？他怎会在此？敖乙将军认得卞庄？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我不认得。此人为何会在兜率宫前种豆？前不久，卞庄在南天门外苦求，言说未能配上心爱之人，定要入天庭建功立业。陛下感其心诚，将他招揽，命他在此担任种豆天将一职。
此乃悬上无缺四海大神长庚，及四海水军大将军敖乙。竟与乐儿仙子这般相像。将军可有妹妹名叫科乐儿？便庄思慕乐儿仙子已久，只求能与仙子喜结连理。若仙子真为将军之妹，还请大舅哥成全我与乐乐这段缘分。成全，就凭你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舅哥，这是为何？息怒啊，大舅哥！兜率宫前，许久不曾这般热闹了。见过大法师。见过大法师。一位是四海水军大将军，一位是天庭众斗小天将。同为天庭效力，不宜结下仇怨。我先要你二人握手言和，你们可愿意？他把我耕地的木锄都弄断了。这是兜率宫中闲置的耙子，你若不嫌弃，就用这个打理豆田吧。多谢大法师赏赐。卞庄运气着实不错，进入天庭为将，又得了兜率宫中的宝物。看这银耙生有9尺，等等，9尺，9尺钉耙？难道卞庄就是今后天蓬元帅西天取经的二师兄？这么个大英国留在兜率宫外种豆，得小心应对。跟我来吧。老师已等了你半日。哇，紫金八卦炉，《西游记》里炼出孙大圣的火眼金睛，炉砖落下凡能燃起800里火焰山。从炉火到炉砖，皆威力无穷，堪称洪荒丹修炼气士的梦中情炉。兜率宫中，竟一草一木都内蕴无穷。这些仙人未来都会卷入封神大劫。太上老君给我看这个，是想告诉我什么？这么年轻，是画下图，还是太星圣人为显区别，特意用了这般化身？怎么愣住了？弟子李长寿，拜见老君。坐。劫难将至，生机在天。根据我在蓝星的记忆，封神大劫是为给天庭选拔正神，太上老君要我相助天庭填补神位，避免大劫降下，以此保全道门。但我修为只在天仙境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今日传你丹道3篇。刚想着修为不够，太上老君就要传道。
潜心悟道，勿要打扰。是，老师。一次性得受这么多丹道感悟，我怕是金仙劫也要提前。修为提升太快，道技不够夯实。现在渡劫无意送死，必须再改道花。又来！得老师传道，境界大增，确需夯实道技，再考虑渡劫之事。但我行走洪荒多年，就没见过为了夯实道阶而自斩道花的。长寿行事也太过谨慎。108瓣道花透彻到近乎透明，难怪老师会格外关注长寿。这家伙不只是谋略过人，本身也有跻身道门高手之列的潜质。道技已足够夯实。道基如此圆满，金仙劫定凶险万分，稍有不慎，就是生死斗消。你的金仙劫来了，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，你且收好，随时服用。传说中逆转生死、斡旋造化的9转金丹，只要不是被瞬间劈成灰，服下就能满血复活。弟子事先已择了渡劫地点，此次想请大法师为弟子护法。9转金丹怕是不够，你先前往渡劫点等候，我去就来。我等得了，姐等不了啊！大法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金仙劫又称长生劫，是生灵跳脱生死的必经之路，比成仙天劫更为凶险。劫运已在凝聚，大法师怎么还不来？斩道花也没用，修为实在降不下来。长寿。原来这就是他真正的名字。长庚、长寿，不一个意思吗？这家伙也太怕死了。大法师，你怎么就暴露了我的真名啊？因云霄师妹的混元金斗能助你安稳渡劫，我才特去将师妹请来。此前几次与长庚道友交谈，云霄颇有感悟，心中对道友很是敬重。海神真是好大的面子，大姐一向不问外事，这次竟然……多谢云霄仙子。云霄仙子真是人美心善，9转金丹加混元金斗，内服外用双保险，渡劫成功率提升至98%。劫运这么快又来了，长庚道友，我和玄都师兄会在劫云外守着，若你察觉不对，可随时呼救。绝对不需要，就让我耍个帅吧。道祖看来是我渡成仙劫时各种意外，晃了天道太多次，触发人工服务，道祖来亲自确认了。竟然惊动了道祖，他又渡的劫得多厉害！渡
苍天。弟子入道门修行至今，历经艰险，终得道境。天苍地明，我道长宁。今日成道于此，祈请苍天落下金仙之劫，降长生机缘。这是金仙劫排名第1的万灵天劫，再往上，唯有道祖亲自降下的紫霄劫了。竟修出了一个无极大圆满的道基，无极圆满乃成圣之分。这般道基引来的万灵天劫，自古就未显露过几次，更鲜有生灵能撑过去。长庚道友，今日只怕危险重重。所以这一次，得做好在金仙劫下抢人的准备。阐教那枚暗旗快要出关，届时可为我们所用。小金蝉，想要把控龙族，光有暗旗可不够。上次在东海海眼，海神的撒豆成兵让你吃了大亏，你可想好应对之法了？看来你有妙计。传闻地底的血海有一至宝即将现世，若有此宝，必能破了那撒豆成兵之术。而将来在收服龙族一事上，我西坊教也会占据更多主动权。这些景象乃天雷化瓦，威力极强，不能应接。道门神通之血晶惩罚。紫炎符咒，护体金光符。还是暴露了。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模样。这人心眼那么多，怎么是个不到200岁的小娃娃？长庚身处大教之争，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。故此，玄度师兄放心，我等不会将他的真容泄露出去。他这是要跟天劫开战？纸人军团先斗大军，出动！49只龙凤全是金仙境的实力，以我的修为根本撑不过。只能五行轮转，天地乾坤，九霄穿云，瞬息雷动，雷遁。他对训了天雷了，借天雷之力来击碎龙凤虚影，自古以来从未有生灵这般做过。从未有过，便不能吗？这小子的鬼主意，倒的真是多。他怎么站着不动了？这是心结，乃心魔所化。若道心不坚定，便无法从中脱离。
直到被天雷劈成灰烬。啊，师傅！孽徒，你果然隐瞒了修为。您都知道了。我带你入渡仙门，盼你成为人族之榜样，莫以弱小而欺，莫因豪强而惧。可你呢？弟子隐瞒修为，只是不愿沾因果，未曾害人。群妖攻山时，以你之能，本可救下诸多同门，但平心而论，你可有竭力去救？你事事计较，考量得失，见义而不行，有何资格成仙？为师今日便清理门户。他伤势太重，再不醒来就真被劈成渣了。我去救人。再等等，天劫既是利缘，也是机缘。若出手干预，只怕会耽搁他的修行。不受死！行了行了，总之你没事就好。师父会气我，骂我，打我。但不会杀我，你不是他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其道。世间之事，并非先知先觉为好。我渡过惊仙劫了。天地与我相敬，万物与我共生，命数与我无数，大道与我共鸣。自此跃出六道，人殊无此姓名。五行阴阳同生，炼神还须自在。怎么还有？他修行进阶太快，且渡劫时遁入天雷，违背天道。那劫缘为何还未散？现天道责罚，还来！混元金斗，看！天道当真容不下他。待我推算一番。道祖，桃花斩9次了吧？这是来算账了！为了迎返金仙劫的到来，我用斩道花之法晃了天道9次。弟子是想稳妥点。9成8的把握在渡是吧？你咋不10成把握飞升大国？惯他你了！都是太文惹的祸。玄都师兄，如何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有9转金丹在，天罚只能重伤他。这番渡劫，当真不易。陛下，天庭正神的慰劳举措已整理完毕。哦，对了，再添一条，若入天庭为正神，可免1道天罚；金仙劫时，亦可免1重天雷。刚9死1生渡劫成功，天庭就新增了正神渡劫福利，平白多挨了天罚和天雷。
3年悟丹道，12年飞升金仙，15年过去，还好我在小琼峰、海神教和天庭都留了指认，没人发现我失踪。云霄仙子，我已无碍。这12年，感谢仙子守关。你也曾助我兄妹，而今玄都师兄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亦当尽心。我常以化身走动各处，有诸多隐情。金仙节之事，放心，我知您与西坊教不断交手，颇为不易。我已叮嘱2位妹妹，绝不外传。如此真心待人，我亏欠他的因果也越发多了。既然我能通过上天庭来跳出封神大劫，或许也能帮助他摆脱入劫的宿命。云霄是因义兄赵公明之死而入劫，若我能帮助赵公明躲过死劫，那他……你无事时也可来三仙岛小坐。玄都师兄对你之才智赞不绝口，我也想与你论道一二，不知是否会有启发。多谢降妖，倘若时机合适，我必会造访。二姐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一会儿抓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这怎么突然要灭口了？不知琼霄前辈、碧霄前辈有何指教？这是真言宝珠，宝珠为绿色，证明你说的是真话。若变为红色，小心我金角剪无情。你是男的？是。为何总以化身示人？怕死。胆子这么小，还敢接近我大姐？可是受玄都师兄指使。原来他们是怕自家姐姐太过单纯，被人算计。这方式可以狠3降。不是，你对我大姐可有非分之想？没有。你说谎了。晚辈还能如何回答？难不成要说对云霄前辈有非分之想？那你是承认对我大姐有非分之想了？不要慌，年轻人。毕竟我大姐那么温婉，虽然有时候很唠叨，还总管我们，随便禁足就是几万年。她凶起来更可怕，喝醉了还爱跳舞，舞姿，不好说。跪下！人呢？三霄仙子的性格果然很让人措手不及。如今我已修成金仙，且有了天庭神位，是时候启动上天庭方案第2步了——小琼峰流浪计划。帮小琼峰全员谋神职，
流浪到天庭，最好是能把小琼峰也搬上去，挨着兜率宫，这样就能和太上老君做邻居，安全感简直爆棚。到时候一起躲过封神大劫。天庭招人的基本要求是突破到真仙境。以师妹和熊灵力的天赋，倒是不难达到，而师傅要上天庭，就比较棘手。晚江与师伯之死，始终是师傅的心结，也是他修为无法突破的原因。想要帮助师傅提升到真仙境，就得先找到晚师伯。我曾在蒯斯的记忆中，看见晚师伯仍有魂魄留存于世。或可设法寻找他的残魂，了却因果。长寿，怎么师姐之事，连掌门都被惊动了？我们人脉太少，要在偌大天地间找一丝残魂，只能请掌门出面。师傅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寻残魂，需去六道府。巫妖大战时期，生灵一批批惨死，无数孤魂在世间徘徊。巫族祖巫后土娘娘于心不忍，化作六道转生盘，镇压在洪荒大地深处，率巫族高手建立六道府，掌管众生魂魄。这要怎么去六道府找到师姐的残魂？那些战士都是巫，小心，他们杀过来了。快撤！巫在和谁打仗？毒箭又是谁放的？此战涉及地底的两大种族，是两族之争。一是从盘古圣人尸身中诞生的巫族，具有盘古肉身之力，其壮猛远超常人。壮猛，倒是和熊寨的风格有些像。一是由盘古圣人巫血所造化的修罗族，深藏剧毒。刚才那些带有血煞之毒的剑士，便是他们的收获。这两族为争夺地底霸权，已然打了数万年。六道府由巫族执掌，要入府寻晚师伯残魂，就绝不可得罪巫族，更不可卷入两族战事。大家隐藏好气息，紧跟在掌门身后。这里就是巫族的六道府吗？怎么一个守兵都没有？都出去打仗了？此巫非同寻常，是参与过3次巫妖大战的远古战士巫牛。搁这儿发言，本帅削死你！地底有座六道府，铁面判官殿中间，乌牛乌马站身边。大名鼎鼎的勾魂元帅巫牛，
就是眼前这个口音很重的家伙。乌牛元帅，贫道乃渡仙门掌门，今日前来并非寻衅，而是想请六道府助我们寻找一缕残魂。还请元帅看在道门圣人老爷的面子上，行个方便。用圣人压我？这里是六道府，后土娘娘庇护之地，本帅不吃这套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修罗图打算假扮的？不准欺负我师父！奇怪，他身上怎么有巫的气息？乌牛这是有意为难我们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掌门怒气值飙升，要是和六道府闹翻，再想找婉世伯残魂就难了。掌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请容弟子一试。单枪匹马跑来，你很狂啊！长寿！出现了，师兄的地鼠战术。晚辈长寿，见过乌牛元帅。你小子玩我呢！天道法器，这不是天庭才有的吗？元帅，可听说过天庭海神？就是那个给东海找来天兵的海神。没错，他是我朋友，此物便是他赠予我的。他说玉帝陛下正有意帮扶巫族，若让他为六道府美言几句，或可请100万天兵助六道府抗衡修罗族。长寿，你可是六道府的贵客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倒也不必。长寿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毕竟他可是玄都大法师的私生，是为可造之材的仙苗。好重的阴气，离风都像带着哭声和惨叫。阴气似乎都来自这些井。这便是我六道府的回魂井，每口井都连接着五波州各地，也是本帅捉拿魂魄的通道。但凡还有一丝魂魄，这里都能找到。世界王于北居5州，我们需要找到对应那片区域的井。婉世伯的残魂在那儿。六道镇上，勾魂拘魄。虽是残魂，但若用蕴养魂魄的丹药炼化，还能补全。聚集魂魄，就可托乌牛元帅送他转生。只是，这丹药极难炼制。弟子为渡劫筹备了不少丹药，或可一用。好家伙，这么多宝药，难道都是大法师传给他的家底？千毒百金炉，起！
正好可以用上太清圣人传授的丹道：6不忘入，3不忘出，先着进去，真气徜徉。师姐，师姐。一别900年，师姐，我来晚了。师弟，是我不争气，这些年只修成浊仙，苍老成这样，给师姐丢人了。谁说你老了？师弟分明是长大了。师姐，我好像总是差一步，距离门内前10差一步，距离成仙差一步，明明只差1步，但好像永远都追不上。急什么？修道本就应顺其自然，切不可执迷。况且，师姐我会帮你的。奈桥转生路，一去不回头，再见亦陌路。他因你而死，过桥也相隔今生来世。你追不上，永远都追不上。师姐，当年快死要杀的是我，该死的明明是我，该过奈桥的也是我。我与你一起。缘起自有缘灭时，此生既过，不必执着。可来生我亦会修仙求道，到那时，师弟该是真仙了吧？漫漫仙途，你我终有重逢之日。喝下忘忧汤，忘却红尘万丈。我定会活到与师姐重逢的那时。师父和婉师伯这一生太苦了。情之一字，牵扯出多少因果？所幸师父总算解开心结，只要突破至真仙，就能进入天庭，避开大劫。届时师父与婉师伯，总有再续前缘的机会。太清圣人传消息来了。那颗珠子又是什么？有人要向海神下手。海神，我家老爷要见你，速速让本体现身。你家老爷是何方神圣？我家老爷，12金仙称师长，道法乾坤大神通，圆觉洞内燃道火，灵鹫山中有明灯。燃灯道人，阐教的副教主。
封神演义》里将玲珑宝塔传给李靖的大能，他与阐教圣人元始天尊亦师亦友，即便是玄都大法师，也要尊称他一声大爷。太清圣人算到我将遇险，难道就是因为他？小神没空，请便不送。不知燃灯寻我所为何事，得找人打听一下。黄龙真人是阐教12金仙之一，他应当知道些消息。副教主受西坊教一位圣人弟子所请，要做担保之人，带你去商谈龙族事宜。他替西坊教担保？此前西坊教派文道人挑拨道门三教内斗，引发三教震怒。我人教的玄都大法师一状告到三圣面前，逼西坊教与文道人划清界限。截教的公民前辈差点冲上灵山寻仇，好在有云霄仙子出面阻拦。阐教的副教主怎么……我也觉得奇怪，大家都对西坊教不满，不知副教主怎么想的，竟和西坊教圣人弟子交起了朋友。燃灯在封神大劫后，带着几位阐教金仙叛出道门，摇身一变成为西坊教的燃灯果神。他身上恐怕藏着很多秘密，与他交好的圣人弟子，莫非是金蝉？不瞒黄龙前辈，因东海之事，西坊教金蝉已经记恨于我，还曾派锁神蝶追查我的根脚。如今燃灯副教主又让我本体现身，他莫不是想替金蝉害你性命？我去找他理论。黄龙前辈别急，稍后燃灯副教主应当会亲自来寻我，还需麻烦前辈躲在暗处，用声影球将我与他的会面尽数记下来。冰冷刺骨的灯光，将我留在纸人体内的神识也冻住。这就是燃灯的本命法宝灵柩灯吗？好一个棺材灯！糟糕，我的神识被吸走了。由阐教副教主出手，海神，你我终将再会。世上好可怜，何必做个安全牌？世上好奇当保险。